我们可以听得到环境改变非常大，那年轻人可能也被赋予更多的期望。OK， 那我很感谢刚刚婉瑜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你刚刚提到用你们公司来提到这个转型的困难度，转型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尤其现在要做的是高教的转型。那刚刚台大刚刚也提到说，台大想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接下来想要请教这个语谈者，针对刚刚台大所 propose 出来未来大学的几个愿景 ，OK 的看法，比如说要去提升学生们自我实现的能力，或者怎么样去累积集体智慧，或者怎么样去增进所谓的共同的社会共同的这个意识，这几个部分，不晓得各位对台大现在这样子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补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考量，都可以提出来。好。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轻松的做法，我不要这样子一个过去或一个回来。好，想要先提出来的就先提出来，来，一个动作最快。我觉得应该我刚刚讲的那个去中心化，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教育系统为什么跟不上社会的变化？我刚刚已经有讲到，就是我们管太多，不信任。那教育部管，学校管。老师管都是用一种防弊那种 KPI 的状态，有没有？就是你反正就符合什么什么。那各位知道吗？在现在业界企业里面要做创新，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去买那个新创。最快的，因为你企业里面教育系统就很像一个房间里面一个超大的大象，你知道吗？你要叫它创新，我 call 你。然后。所以直接那些新创，所以为什么要去中心化？我觉得我在思考一个逻辑啊，就是我有点政治不正确。我觉得如果未来大学真的要改变，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非学校形态的大学，像新创班一样？它不是有一个像台积电，对不起哦，我类比台湾大学叫台积电，它是100年老店这样子。它是不是有像新创班的？像我们在座各位很多，我们现在正在教育创新的路途上在走，它可能是一个新的生态，它才有机会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是比较解构的，它不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刚刚在建成讲，现在很多方面这个社会啊，包括网络技术啊，都是点对点。那我觉得最大的学校就在社会。我觉得教育的主词就是人跟社会，那人就是个体。然后社会就我们终究要参与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先参与社会？那这个逻辑，如果大家不要管那么多，我的方式就是，因为你不太知道年轻人在干嘛。刚刚那4个他落别上的演讲，你也觉得他在莫名其妙。他这个医学系也不好，你也在干嘛？可是因为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他有他的方式，而且他在追求某种方式。教育部不要管，学费不要管。学程不要管，要管那么多干嘛？连私立都要管。我去年才知道，就是你去管 iPhone 一支卖多少钱，就很莫名其妙。对，要 iPhone 每个只能卖8000。所以我的想法是，有没有机会，刚刚的开放大学，让更多业界的这些新创跟创新们有机会进来，甚至我刚刚讲的非学校体系，就是我们的实验教育3法。现在还没到上面，我们现在自学啊、团学啊，包括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非常多。当然，大学它有它的高度跟厚度，研究啦、学术要把握。可是它有没有机会有一个沙盒，让我们这些咱校可不可以来多做一间我自己认为的大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非常愿意。谢谢。其实刚刚我们那个管教部的学长，他其实有提到教育沙盒这个概念，那只是这里面当然有非常非常可能性，包括怎么样跟像杂学这样合作。好，那至于说解构台积电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现在在台积电里面的这个 UD School， 就是我们台湾大学。我觉得我是台积电并购的一间新创。对，我在的地方叫创意设计学院，我们进学院的开头有一个标语叫 We have no answer, find your own one。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呼应今天这个内容，因为我感觉开创未来大家会 focus 在开创这件事情，开创好像是台大要给一个答案的这个感觉。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更多放在未来，就是说未来是不确定性的很高的，未来是有很多挑战、很多挫折的。
我们不要去期待一个巨大的巨人给予一个答案该怎么做。那对于未来大学自己内部，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进展。其实包含第一个是对话的共创，就是如果当未来有非常多挑战的时候，本来就很需要跨域的这个伙伴来参与，所以大家看到Robin 同学的这个简报就会有很多共创的工作坊。再来是有机的结构跟实验的精神。那什么叫有机的结构？其实这个未来大学的工作团队是一直在变动的。他不是开始的时候说那就这3个人，然后你们就负责了。他慢慢在更多的对话，发现说这个人他也愿意投入，也愿意加入，然后变到现在10几个伙伴。然后再来是学习者中心。那我非常希望可以强调，学习者中心的重点不是学生中心，学习者中心的重点是在台大这个地方，每一个参与台大的人都可以是学习者，包含行政人员，包含老师，包含学生一样。那也就是说，当他们需要做出新的尝试，需要可能失败的时候，他可以被包容，他可以被支持。那我自己是行政人员，我就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台大有非常多优秀的专业行政人员，那他们需要更多支持他失败的这个系统。那最后一个是 growth mindset， 就是整个大学应该要能够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成长，他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方式来思考。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谢谢。其实刚刚 Robin 他在提到说，学习者为中心，那个学习者本来就不是学生，所以我想在过去这1-2年的过程当中，这个旅程我们在探索到底未来大学是个怎么一回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累积集体的智慧。然后因为不同的加进来的 insight， 也会影响到我们 take 什么样的 action，take 什么样的 action 又形成什么样的现象，所以它其实不断的在动的。所以我刚刚记得还印象蛮深刻，提到学会怎么学习。其实我们就在做这件事。好，那当然也包括怎么跟杂学学习，怎么样去做合作。这边有要，你好。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是，在做这个计划的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叫校长还在学的计划。未来大学很特殊嘛，那未来大学校长应该什么样？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他是很可爱的一个画面，他自己也回顾到他自己的个人经验。那我觉得在面对像这样子的挑战的时候，每个人如果都有机会是一个学生的话，他比较能够用真实的自己去面对不一样的挑战，然后也比较能够去接纳别人，跟一起共创。对于台大提出来这个未来大学的愿景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针对校长讲的，我其实最有共鸣的，其实主要是这个自我实践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挣扎了非常久，就是说到底为何而学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答案，所以我才会去重考，所以我才会误入了博士班。而且这件事情你思考了10几年啊，30几年。我在学校，因为我们如果从幼稚园就算在学校，你幼稚园就在思考这件事了。我幼稚园就是跑到学校里面，所以对老师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管教。这位助教笑小声一点。我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学生，我会一直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学这个，到底要干嘛？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答案是对的？所以其实我从可能国中开始会这样 challenge 老师。那可能我的父母对我非常高的期望，给我非常好的教育，但是我就一直想为什么？所以我发现我们其实不是在自我实践，我们是在实践他人。所以台湾这件事情就是一直不断的被重复，我们都在实践他人的梦想。所以我在跟这个新人面试的时候呢，有时候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我发现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个答案。台湾的学生最容易给的答案是我不要什么，我们非常明确知道我们不要什么，可是问到你要什么的时候，就是脑筋一片空白。那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其实还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想出来。那时候我看，因为真的很痛苦的状况下，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看，叫做意义的追寻 （Man's Search for Meaning），这个是意义治疗大师 Viktor Frankl。他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他观察一下他旁边所有的人，他为什么写出那本书呢？他看一下旁边的人哪一个到底可以生存到最后，不是营养好，是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活到最后。即便你再怎么瘦弱，你只要知道为何而活，你都可以活到最后。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我做事情的时候，我非常需要了解我的动机是什么，然后我去实践，然后才是学习。但是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可能我很晚才开窍，所以我觉得在所谓的这个自我实现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被赋予一个机会去探索说，到底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得出来，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学。
但是我觉得在学校这边其实可以给的帮忙是，我们要支持学生去探索，因为我相信是有学生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学校的制度呢不允许他们去探索，不鼓励他们去探索。那我就直接举医学系为例，医学系就是绝对不鼓励你去探索的一个。那个医学院那其实院长当副校长，那当然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不能在病患身上做实验，这一部分我没有说我要在病患身上做实验，但是学程不可以做实验，我认为应该要可以做实验，因为有些学的课我真的觉得是有点莫名其妙，那可不可以不学？可不可以多学一点别的？那医学系以前要这个双修的时候，好像要家长同意，因为有个学弟因为这样子非常痛苦，因为他爸妈不想要让他双修，把他的身份证扣留起来，他认为你就是要念医学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冲突的来源。那这种状况之下，他怎么可能会想要自我实现，更甭谈去开创未来、引领未来？所以我觉得在大学必须要给学生一个可以去探索它的意义，他确定之后呢，支持他，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就尝试去开创未来。那学校必须要提供先给他一个保护的环境，因为现在这个政府鼓励创业，其实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出去创业，突然就把他丢到战场上。没有先让他操演一下，其实这个死得非常快，而且学不到东西，因为你死太快了。所以如果有一个沙盒的环境，让他先小规模的试验一下，让他不会突然受这个会死掉的这个伤害的话，他在这过程当中先演练一下，未来他才有足够的勇气去开创未来。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已经有人走过的路呢，我觉得学校可以做一些 case study， 然后让这个还在学的学弟妹去看一下。有时候开创未来，如果你完全没有想象的话，你可能会开创一个很奇怪的未来。所以开创未来有可能有好有坏，这不见得都是开创出我们想要的未来。那但是我也要echo一下说，学校可能也是要一起学习，因为这种模式可能以前也比较少发生。就是说我们支持学生去开创未来，但是会不会不能控制，不知道。搞不好学生把学校弄了一个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也有可能是一个灾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拥抱这一种可能性。的确，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未来真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找到一个要去开创未来的这种意义跟动机，有这个动机才会有这个驱力，然后我们可以陪伴着一起去开创未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刚刚没有要这样子点，可是你们还是这样讲，那我只好这样子的做法。谢谢。那如果提到这个高教的未来的这个愿景，特别在台大，就像刚才这个管同学、丁同学、陈同学他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点，我如果我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把它用个比较抽象，再把它拉高一点来看的话，我会用2个字来形容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一个是 adapt， 就去适应；另外一个是 lead， 就是去带领。那我说的这个 adapt 这个适应呢，其实它有很多个层面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也有提到这个未来可能工作的这个5年就要换一次工作。那么我们这边要教学生的，不再是说你等一下毕业以后到职场上面所需要的这个工作技能，而是你要去教学生他自己自我学习的能力，让他能够去 adapt to 这个 future， 他未来20-30年、40-50年的这个工作职业发展上面的这个需求。但这讲不容易了啊！你说真的，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你在这边上完4年，他就能够永久在这个社会上生存40-50年了，恐怕不容易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program 里面有提到这个校友保护计划我觉得就是好吧，你如果到了某一个地方，这个科技真的到了一个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这改变之后，那我们这个保护计划可以让他们回来在这边重新。所以这也是一种 adapt， 我们这整个台大的未来的教育是一个等于说是长期20-30年，超过我们校友的 adapt to the future 这个 society 的这种概念哈。那另外一个我要谈的这个 adapt 是这个 adapt to the 这个 individual 的 needs 我们刚刚也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其实在台大非常的多样，每个人有他自己不一样的需求，他对于他未来的发展的不一样那我们有没有一种？那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前讲话，以我自己的社会科学院来讲了我们这些就是分什么经济系、政治系、社会系、社工系，这都是100多年前那时候因应当时候的社会的需求，他们来去做的这个区分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学生他现在的需求不一样了？那可以去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要的适合他们自己的发展的这个方向。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好像也有提到。
或者等一下也会提到的这个什么空白学程啊，或者领域专长啊、跨域专长的这种概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就我在呼应，就是刚才我们的丁学长前面讲，就是说应该陈学长说这个不是我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了哈。这个大学的这个学制100-200年了。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不能再以这不变应万变，所以我们要去 adapt。当然，我们希望 adapt 是在这个形式上的 adapt， 但是我们在教学的内容上面，我们希望我们教出来的学生还是能够 lead 未来这社会的发展 ，lead 未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好，所以形式上面去 adapt， to 这个形式上面的这个改变，但是在教学的内容上面，我们还是要扮演的这个最前线的这个角色。了解。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也要开启小铃铛，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另外，我们还有 IG 与FB 粉丝团，欢迎来追踪与按赞。